今天要介绍的游戏是《文艺复兴大师》，那这是知名游戏《辉煌的罗伦佐》的卡牌版。玩家将扮演文艺复兴的一员，例如蓝天使、柳丁花、红豆冰以及紫葡萄，雕出自己的艺术，画出自己的信仰，拓展出自己的人脉，立好自己的披萨，闯荡于充满艺术气息的时代吧。那因为这游戏比较简单，所以我们的物品介绍和骑设置会一起讲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有什么素材。这个游戏素材有4个，第一个是石头，第二个是盾牌，第三个是仆人，最后一个是黄金，总共有这4个素材。那这素材就是让你买东西用的。中央这一堆是发展卡，那你会看到下面有能力，就是1个石头1个仆人可以换2个黄金跟1个信仰。那上面是它的费用，2个盾牌2个钱可以买它。左上角是它的等级，等级有3个，可以从左上角的点点看出来。那我们就把每个颜色每个等级分别洗混，然后面朝上这样放好。再来是领袖卡堆，领袖卡堆的话就是每个人的私密的手牌啊，左上角一样是它的条件。我一直达到条件，这些文艺复兴的人就会觉得哦你很棒棒啊，就会过来加入你这样子。那中间是它的分数，下面是它的能力。再来是这游戏最重要的地方，也就是市场求和，就这里。这些市场球就是帮你拿资源的东西，下面有代表就是这颗球代表什么资源，这颗球代表什么资源。那至于怎么拿，等一下再解释，因为这部分是这游戏中的核心。我们就把球放进去之后，1颗放在外面。再我们看到玩家版图的部分，一个是上方的信仰鬼，一个是下面的发展区，还有左边的领袖条。那上面的信仰鬼的话，是这个游戏最主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跑分的手段当你信仰越高的话，代表你的分数也就越高。再来是下方的仓库区，这一块是仓库区，我们的仓库比较小，只能存6个资源。那多余的仓库要透过转换的方式，透过发展卡区把资源转换之后，转换资源会丢到这个保险箱里面。这保险箱是没有上限的，而且也没有任何限制。之后每个人抽4张领袖卡，从中间挑2张，另外2张丢掉放回盒子。那这2张就是你的手牌，不用特别去公开它。之后每个人照顺位，像说如果是第1位玩家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拿东西。那如果是第4位玩家的话，你就可以拿2个任选资源跟1个信仰点数。那这2个资源是可以重复拿的。最后长得最像忍者龟的玩家当起始，拿取这个起始玩家标记如果没有人长得像忍者龟，那就自己决定吧。接着我们就要看详细流程的部分。那简易流程表我们会放在左上角，因为这游戏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那该你的时候，基本上你要从一般行动里面3个选1个做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那第一个就是操控市场，也就是拿这些圆球啦，这个跟这一盒球盒有关系。那主要就是让你拿资源。第二个就是买发展卡，那这也很单纯，就是付上面的资源，然后把这张卡买走。但是买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，大家再解释。最后一个是执行生产，也就是启动你的这个洗钱工坊的发展卡区，把资源转换到保险箱里面。还有一个可以选择行动是领袖行动，也就是说可以从你手上打领袖牌，或把领袖牌弃掉。这个行动是选发的，而且没有次数限制那我们开始详细讲一下这几个的差别。第一个是操控市场，也就是动这个圆球的部分。那要怎么拿这个圆球呢？我们必须选1列或1栏。假如我选这1栏好了，那我就会拿到这1栏所有的资源。那我们看一下黄色什么？黄色就是一个金块，那蓝色就是一盾牌。那我们就会拿1个金块，1个盾牌。白色是没有东西的白色是没有东西的。拿完之后，把这颗球沿着这个箭头方向放在这边。好，那将拿到的资源放到你自己的仓库里面。那拿到仓库里面的话，我刚才讲仓库区很小，然后会有一些限制。那仓库区限制是这样子的，每1列只能放1种资源，所以这2个不能这样放。然后再来是这一整个仓库里面，同一个资源不能出现2列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假设我今天拿这样子，我不能这样放，因为蓝色盾牌出现了2列了。所以你只能这样放。这个游戏的仓库的限制极大1列不能混搭，而且这整个仓库里面不能出现2列一样的东西。那万一真的超过的话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把这个资源丢掉。那每丢掉1个，其他人的信仰鬼就会上升1格。我刚才有讲，这游戏的信仰鬼是非常重要的跑分手段，所以你每丢掉1个，别人就会上升1个信仰鬼的话，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是操控市场的部分。再来下一个是买发展卡的部分。我们今天假设长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1张发展卡来购买。那假设这张上面是3个盾牌，那我刚好3个盾牌，我就决定买它。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从等级1开始买，因为一开始是没有的，我们就打一个等级1这样叠上去，代表着你之后再执行下一个行动，也就是执行生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动这个炼金的效果。好，那接着如果你要买等级2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叠在一个等级1的上面。但是这件事情是不管颜色的，所以假如你今天付得出这个，假如你付得出3个金块3个石头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买，然后叠在等级1上面，只要露出下面的分数就好了。然后你就会发现下面能力被覆盖掉，所以当升级的时候，你也要去思考你是不是应该升级这件事情。那接着你可能就会想问，这个东西是7个盾牌，但是我的仓库最多明明也就只能放3个盾牌因为同一列不能有2列一样的嘛，最大列也就三个盾牌而已。但这样是要怎么玩？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可以付仓库的，而且
保险箱的，可以混搭来支付，所以你不是只能从仓库去付钱而已，你也是可以从保险箱付钱，只是保险箱没有任何存放的限制。那到底要怎么样把东西放保险箱呢？那我这边设置一下啊，假设今天长这样子，那我这个时候在我的回合决定选择执行生产这个动作，执行生产代表着同时启动你所有发展区的能力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不发动它，只是同时一起发动。那什么叫同时呢？很简单，今天这个能力需要1个黄金、1个仆人，然后可以拿3个盾牌。那这个东西是1个盾牌可以换1个黄金。那同时启动代表着你不能用1个盾牌换1个黄金之后，把这个黄金配上你的仆人，然后去换成3个盾牌，这是不行的，因为你是同时启动的，你不能用 A 卡产生的资源去支付 B 卡的代价。所以这种状况下，我可以怎么做？这种状况下，基本上我没办法发动这个，因为我就是没有黄金。那我可以发动这个和这个。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选择那我这个盾牌换成黄金，那我就把1个盾牌砍掉，然后换成1个黄金放到保险箱里面，这边支付这边嘛，然后这边产生的效果都会来到保险箱，就没有任何存放限制了。那接着我可以发动这个东西代表着你可以拿2个任意资源换任何1个任意资源。好，那要注意的是，你看这边有圆球，但是圆球只限于那4种资源，就是石头、盾牌、仆人跟黄金。信仰是不算资源的，信仰是不算资源，即使你可以透过推球来拿信仰，你也不能去支付信仰来换取资源。那所有生产东西就进入保险箱，这一定要注意。所以保险箱是没有任何限制，这也是唯一可以进入保险箱的东西。那保险箱也能拿来正常的支付所有该支付的功能，它只是没有像仓库一样那么多限制。那仓库随时可以更动，拿到新的资源进来前跟后，你都可以选择更动你的仓库。最后真的丢不掉的，每一个其他玩家会加1个信仰点。然后以上是这3个行动，接下来我讲一下领袖行动。领袖行动的话，领袖卡有2种用法，第一个就是丢掉它，然后加1个信仰，就这样。第二个是符合领袖左上角的条件，例如我现在5个黄金了，我只要仓库或是保险箱有5个黄金了，我就可以选择打出它来，免费的。打出它来之后，它就会有一些效果。像这个效果的话，这领袖牌上面可以额外存2个石头当仓库，而且它的条件不会跟这里有干涉，所以你就算这一列有石头了，你还是可以放这边。这2个是互不相干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游戏该你回合时候能做的，就是那3个事情选1件事情做，就是操控市场、买发展卡跟执行生产。然后领袖行动的话，没有次数限制，而且也没有使用时间限制，只要在自己回合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在3选1之前，你也可以在3选1之后。再来讲一下就是梵蒂冈告书的部分哦。刚才有讲，就是这游戏就是这个信仰鬼是一个跑分的方式。这个东西要怎么拿呢？这2分一开始是拿不到的，你要翻面后才能拿到它。那要怎么翻面呢？像今天绿色玩家好了，他打到这里了，这时候所有玩家都会去判断自己的信仰值是否落在这个区间内。如果你也落在这个区间内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一片了。那假设这时候你落后太多了，这时候你没有在这个区域内的话，这一片就会直接丢掉，代表你拿不到这一片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梵蒂冈告书的阶段，就是当有人达到这个教主帽的格子的时候，然后就看所有人看一下有没有在这个圈圈的范围内。如果在这个圈圈范围内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告书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只能把这个 N4板块丢掉。好，那就这样子一直轮流。那会轮到什么时候呢？轮到有一个人这个信仰值到达 max， 就是到达最后1格，或者是有人买了7张，第7张发展卡买下来之后，我们会一路到70玩家右手边的玩家结束后，游戏就会结束。那这样的话，所有人回合数就会一样多。接下来进入算分当中。那算分这个游戏算分非常的简单哦。第一个就是发展卡的分数嘛，每张发展卡下面都会有一些分数，你所有打出来的发展卡都会有分数。升级过后的能力会消失，但是分数会留下来。所以这时候就是把发展卡分数加一加，然后信仰鬼的分数加一加 ，N4 板块的分数加一加，然后领袖牌也会有分，领袖牌分数加一加。领袖牌分数加完之后，我们就每5个资源换1分，像这样子5个资源的话就换1分。如果换完之后平手的话，阵营资源多的人就会获得胜利。如果在平手的话，就看谁能最快念出忍者龟4个名字的话，就会获得胜利。那以上就是这个游戏的详细流程的部分。我们这游戏注意事项没有很多，第一个就是仓库，刚才讲嘛，仓库一列只能放同一种资源，而且同一种资源不能出现在2列以上。然后领袖卡算额外的插槽，就是跟仓库没有直接关联，它不受仓库的规则影响。它这边放2个石头，你这一列还是可以放石头的。如果资源太多的话要弃掉，那每弃掉1个，其他玩家的信仰值都会加1点。接下来是发展卡，那发展卡的部分的话，等级2的发展卡一定要叠在等级1上面，但是不用管颜色，所以等级2的蓝色可以叠在等级1的橘色上面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叠在下面的话，分数会露出来，但是能力会消失。然后在生产的时候，你不能利用 A 生产的资源去生产 B。例如这种状况下，你不能用2个盾牌生成仆人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仆人去换2个石头1个信仰鬼。在执行生产的时候，你必须同时一起发动，你不能用 A 的能力去执行 B 卡的能力。然后领袖行动可以在你的回合中，不管是在3选1之前还是3选1之后都可以使用，而且没有次数限制。那领袖卡之中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效果，那这张的效果是你的市场球和白球可以拿成石头。那就是当我们推这个球的时候，我们本来一开始只能拿，就是的话是2个盾牌跟1个仆人嘛，然后这是没有东西的。但这个时候你的白球就会拿成石头，因为你有这张领袖卡的效果。而且这种白球能力是必发的，而且发在每一颗球上面。像我今天推这个，
这3个白球，那我就必须拿3颗石头，我不能选，那3个都一定得拿。假设你今天领袖格打像这个样子，那你的白球可以选择拿盾牌或是拿石头，每一颗可以分别选择。我们再来讲一下单人游戏的规则。那这些游戏单人游戏蛮简单的，就是设置上面并没有复杂很多。我们就是把这7个罗伦佐头的标记拿出来，然后把黑色十字架放在0的位置。那当然红色十字架还是要放啦。那这样设置就完成了，这单人游戏的设置。单人游戏的变化就是你是棋子玩家，那当你执行完该做的动作之后，就要从这7个里面抽一张起来。抽起来之后会有几个能力啦，第一个就是这种，这代表的绿色牌要丢掉2张，那丢的时候一律从最低阶的开始丢。那如果第1阶丢完了，就丢2阶，2阶就丢完就丢3阶，以此类推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能力。那一样，这4种颜色对应的4种丢2张牌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黑色十字架加2分，这时候就把它前进2格。那这个的话是黑色十字架加1分，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拿去重洗。所以正式要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袋子洗一洗之后抽一张出来，就是你回合结束时就抽一个，你回合结束时就抽一个。等到抽到这张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全部的再丢回袋子去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再重新来。就只多这个动作而已。那游戏结束的话会有3种结束方式。第一个，某一个颜色的牌全没了，那你就输了。那另外一个是黑色十字架到底的时候，那你也就直接输了。那另外的话就是跟一般结束条件一样，你的信仰鬼到达底，或者是你买了7张卡，那也都会造成游戏结束。那这时候你就会获胜。那我们做一下新的总结。那文艺复兴大师是一个知名游戏辉煌的罗伦佐的卡牌版，作者对于卡牌版的定义跟一般人可能有点差别啊。这个身为卡牌版却有一个市场的圆球啊，还有一些这么多的资源 token 之类的，也是蛮让人讶异的啊。推求拿资源是这个游戏一个最大的特色啊，过剩的资源会给对手加分，因此会在这游戏中会出现一个你宁愿拿很少的状况，例如这一排，你宁愿拿1颗石头就好，你也不想要拿这一排2颗石头，1个仆人1个黄金这种比较赚的，因为如果你太多丢掉，你也只会帮别人加分而已。这游戏本身跟文艺复兴其实没有很大的关联，比较像是一堆宗教人士在洗钱，然后拉拢大卡开始进行宗教宣传，搞不好跟忍者龟 IP 合作，玩家扮演里面的坏人黑帮洗资源也是个不错的想法，又可以顺便跟文艺复兴结合，又可以跟机制扯上关系，甚至最后可以找个理由订披萨一边玩。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若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以及小铃铛。如果有什么想学游戏，也可以留言告知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游戏挑选现彷徨，影片带你破迷惘。蓝人游戏乌托邦，真心推广传四方。